录制视频、编辑视频，无论对于普通百姓还是媒体工作者，都有此需求。其实，视频录制和处理对于非专业人员也可非常容易的实现。以前购买了录屏软件，却不能去除图像背景。某些网上会议的录屏功能也经常有付费的要求。OBS Studio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免费软件，通过获得捐赠来获利和运营，可以非常方便地录制视频，进行直播和运作虚拟摄像头。录像来源可以是桌面、摄像头、活动窗口，附带的工具可以去除图像背景，降噪增益，还可以用来制作特别棒的 YouTube 视频的缩略图，用于宣传你的视频。下面我们详细介绍 OBS Studio 的快速攻略。这里是 OBS Studio 的官方主页，有 Windows、Mac、Linux 3个版本。它是一款免费的和开源的软件，支持多种语言，点击 Download 即可下载。这里建议下载 ZIP 版本，这样下载完成以后可以直接解压缩，不需要安装。我这边是解压缩到D盘，然后再点击下面的子目录并，然后再点击子目录64bit，然后点击 OBS 64即可运行本软件。关于本软件的下载地址，我放在视频下面的链接中。打开 OBS Studio 以后，大致就是这个界面。OBS 是一个非常智能的软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需要使用这个全省的配置就可以了。全省的时候呢，这边只有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加号添加场景，也可以选择场景，然后点击删除，也可以点击上下箭头移动场景。而这边呢是个来源，就是我要录制的内容。我这边呢录制了我的头像，我点击关闭，我的头像就没有了，不录制我的头像了。然后呢我还点击录制我这个桌面，点击就关闭了。这个是如何加上去的呢？点击左下角的加号就可以添加图像、添加文本啊。刚才就是整个显示器的采集，这就是一个有效的采集窗口。还有我们的视频采集设备，就是头像啊，视频采集设备就是头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像呢是没有背景的，音频输入还有这个音频输出的采集都是自动进行的。我们这个场景需要采集的内容，可以点击这个加号添加，也可以点击删除将它删除。放在最前面的采集源可以覆盖下面的，比如说我这边的视频采集可以覆盖桌面的。如果我将这个桌面移到上面去，那么我的这个视频，我这个头像呢就没有了，就被遮盖了。如果我将我的头像移到上面去，那我的头像呢就在上面了。这边呢是一个头像的一个属性，点击这个进行修改。这边呢可以取消激活，一个摄像头只能一个软件使用。如果我这边的 OBS Studio 占用了这个摄像头，那么其他的软件，比如说微信就不能使用。那么我们可以取消这个摄像头，然后微信就可以使用了。这边呢激活又激活了，这边呢就是我这边独占了。这边是一个混音器，点击这边的高级属性，可以发现我们的桌面的音频，所有桌面的音响还有麦克风都自动的给激活了，会自动的录到视频里面去。右下角是控制按钮，包括开始直播、开始录制、启动虚拟摄像机，还有设置。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启动虚拟摄像机这个环节的。下面点击设置，我们就进入设置窗口，这边可以设置语言，有好多种语言可以选择。然后这边呢是主题，一般我们呢就不需要动了。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使用这个去省的设置就行了。如果正常录制的情况下，我们要隐藏 OBS 窗口。输出呢这边有一个录像的路径，我们可以浏览修改这个路径，这个是去省的路径。录制好的视频以后呢，一般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不动了，然后有这边的热键呢也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开始录制，为了方便的时候呢，我们加一个快捷键 Alt F1 停止录制，然后暂停录制。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热键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lt 加一个 Alt F12，这样的话可以截屏输出当前区域里面的这个屏幕的内容到一个图片里面去，特别在制作塑料图的时候呢特别有用。现在我们介绍如何录制视频。我们在录制视频的时候，人像有一个背景，我们怎么将它删除呢？首先我们要在这个网址呢，我们要下载这个 OBS 的背景移除的这个插件，到下面右击这个保存起来 Win64 的这个 OBS 背景移除的这个插件，我会将这个网址放在视频下面的链接中。下载完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解压缩，这个压缩包里面呢有2个文件夹 Data 和 OBS 插件，我们将这2个文件夹给拽出来，放入这个地方，跟 Data 和 OBS 插件合并，这样在软件方面呢就可以了。下面我们进一步处理，我们点击这个镜头、视频捕获设备，点击滤镜，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加上一个背景移除的这个插件，这就是刚才的那个软件。OK， 然后我的背景呢就变成了黑色的了。实际当中呢，录屏的效果呢就是这样的。显然这个呢也不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处理。我们将这个点击这个背景的这个插件，然后将这个黑色呢我们改为绿色的，这样呢显然也不行。还有一步处理。我们在这边加上一个四路键，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的是绿色。如果是其他颜色的呢，还是不行的。我们选择绿色，这样的话呢，就是将原来的绿色给覆盖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透明的录像，背景呢就删除了。除了介绍 OBS Studio 的应用，我们需要显示 OBS Studio 的窗口。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录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设置隐藏采集 OBS 窗口。现在我们讲一下具体如何录屏。比如说现在是一个主持人或者说会议模式，我们增加一个背景，在来源这个地方我们增加一个图像，然后呢再加一个视频采集，视频采集呢放在上面，所以头像呢在这个图片的上面。下面我们创建一种解说的模式。首先我们加入一个图片，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个媒体源现在这种鸟我们对它进行说明，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摄像头，这样可以我们这个人呢在这边现场解说这个视频。这部视频做好以后，需要做一个缩略图，用来宣传你的视频。首先在来源这边呢加一个图像，也就是这个大的背景，然后再加上一个图像，这就是 OBS Studio 的一个图标，然后再加上 OBS Studio 本身，然后再加上一个文字，来源里面再加上一个文字 text 文本快速攻略。然后呢我输入 Alt F12热键用来截屏，然后通过对这个截屏进行变换，就可以得到缩略图。具体如何操作，请参考我的上一个视频，我会将这个链接放在视频下面。 OBS Studio 开始是没有启动虚拟摄像机这个控制按钮的，需要在 Data 子目录 OBS 插件 WinD 这个地方呢右击 Install，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虚拟摄像头。下面呢我们添加一个来源媒体源这边呢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媒体源，点击属性。这个媒体源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文件，然后这边点击循环，它一直在这边循环播放，看起来呢好像在参加会议，其实呢就是说一直在播放一个文件。现在我们启动虚拟摄像机看一下效果。这个图像呢就比较小，我们呢需要将这个变大。在实际使用当中呢，我们要将这个媒体源呢要拉到最大，这样整个环境就是这个虚拟摄像头的范围。启动虚拟摄像头以后，一台计算机就有2个摄像头了，一个是虚拟的，一个是真实的。我们在用微信进行聊天的时候，往往会自动显示虚拟摄像头，这时我们点击切换摄像头，就可以切换到真实的摄像头。开始直播的控制按钮在 OBS Studio 的右下角，
点击开始直播就可以了。所谓的直播就是将本地的视频推送到服务器。首先呢，我们要在服务器呢要进行一些设置。这边以 Facebook 为例来进行说明。首先进入自己的 Facebook 的主页，然后点击直播视频，然后进入直播视频的管理工具，在这边点击选择，然后直播管理工具选择视频来源。第一个呢是网络摄像头，这边是我的摄像头。麦克风，然后下面呢，你还可以点击直播软件。直播软件就是我们的 OBS Studio。Facebook 直播平台呢会提供一个密钥，我们复制这两个数据呢，在 OBS Studio 的这个设置，点击直播，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自定义，然后服务器呢，粘贴在这个地方，退流码也就是刚才的密钥显示在这个地方。如果需要身份认证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输入这个身份认证，然后点击确定。这个时候呢，开始直播，但是呢还是不行，因为这个 OBS Studio 呢会被防火墙拦截。那如何设置防火墙呢？我们在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允许的应用，我们在这边呢可以更改设置，然后呢允许其他应用。我们找到我们的 OBS， 我们的 OBS 在什么地方呢？我的 OBS Studio 属性我的 OBS Studio 的属性呢，我是放在地盘里面在这个地方，你在这边浏览就可以找到 OBS 64，将它选择进去就行了。我这边呢已经做好了。我这边呢已经做好了 OBS Studio， 但是呢，由于 Facebook 属于外网，我们现在呢还是不能进行直播的，需要有一个VPN 代理。我们的浏览器呢，可能有 VPN 代理，但是浏览器的这个代理呢，访问代理呢，只能用于浏览器不能用于这个 OBS Studio。OBS Studio 所需要的代理呢，必须是全局的，既可以访问网站，也可以用于 OBS 本身。关于独立的访问外网的 VPN 软件的安装和设置，不属于本视频的范围，这边就不说了。Over。